大家好，我们是慢慢变好越来越好。这集是美债 ETF 实战第14集，影片制作时间是2025年4月2日。美债自1月中见底之后，开始从谷底小弹，在我们制作影片的当下，触底从 84.6 元的谷底，反弹到昨天收盘的 91.49 元。今天我们跟版友分享卖债换股的经验，更新美债部位的最新现况。目前市场降息的预期为何？这个月美国经济数据开得怎么样？数据支持降息吗？美债要开始涨了吗？还有川普打算用怎么样的厚黑手法来设法让加快降息的步调呢？我们这集会跟版友来分享。进入主题之前，版友得知道今年的经济情势变数仍多，对于习惯中短期交易的版友，今年在操作上的难度可能会更蛮多的，需要特别的小心。提醒版友，我们美债部位的布局用意是对冲黑天鹅降临时的风险，提前想好股灾时的应对，才可以在股灾真的来临时表现得比手足无措，临时上阵的散户好。先来看对账单，这里是3月31日台股大跌900点，当天的换股操作对账单。3月29日星期六，我在 Commonly 同学会发文，下周准备迎来刺激场面了吗？除了报告美股 TSM 我在 156.5 元会加码之外，也预告了股债平衡部位，有机会迎来缓步股债换股的好机会。这里缓步的意思，就是慢慢动作的意思，不是直接一把梭哈，直接全部做转换。各位看我对账单就知道，我先前认错的美债增两部位约200万，所以总共有约200万的元大美债增额可以转换。我的缓步换股计划是这样的：一，把之前认错的美债增两部位慢慢换，有跌到设定价位才换，换到自己长期看好的50正2。因为我之前建仓 00685L 的成本是在77元，设定跌 10% 左右价位开始转换，所以计划是 0685L 跌到70元开始换一部分，然后每跌 10% 换一部分，设定最低换到56元。根据自己的换股计划，假设能跌到63元以下的价位，我这次卖债换股的操作就可以损平，但是我会预留市场继续往下修正的子弹，所以设定56元再全部换股比较安全，期待这波下杀，有机会能看到 00685L 56元的价位。虽然短期账面会很难看，并且持股损益也会非常惨烈，但是对长期的布局而言，这样的持股状态反而会是自己涨爆更加安心的布局。第二部分，一样是长期布局的部分。我在340万存股套利的账户中，有部分持股可以获利了结，换股替未来的质押做好准备。这次操作让我有机会卖海运电1张，换国泰费半2张，这个部位至少还有16年要走下去。我相信未来国泰费半一定会追上海运电的报酬。曼大在1月11日美债 EP11 时在影片中跟版友报告去年底这波美债正2的操作败债摊，预计等机会减码美债正2降杠杆。除了换到原型的美债，也可以像这次的操作一样，设定自己卖债买股的价位。这次大盘的回荡，给了我换股的机会。我们看美债部位的最新现况。3月6日美债账面上获利 2.3 万，每股凑值亏损2140元美金。4月2日美债账面上获利 30.5 万，凑值亏损1920元美金。美债正2换股认赔 3.5 万，美债整体部位回血约25万。细看布局统计表，可以发现我们美债原型已经有获利，主要是美债正2造成的亏损。美债正2亏损34万左右。由于美债正2没息可以领，压力会比较大。看错方向，除了我们熟知的正2波动损耗，加上复利偏移效应，亏的时候会跌不止2倍，当然赚的时候也可能赚超过2倍。正2就像一把双面刃，必须小心使用，倘若使用不当，可能会受伤比较严重。由于曼大使用股6债4的布局，今年大盘回荡 10% 的情况下，美债有帮助曼大减少亏损，并且让我期待股灾能早日的袭来。在心理层面上的稳心作用帮助很大。股债布局、资产配置，在长期投资道路上，还是值得想大部位参与股票市场的版友参考使用。回到美债的部分，根据市场的最新定价，近期华尔街市场对于降息的普遍预期，仍然持续不断的在3码附近来回震荡来挺进。联总会在3月中旬 FOMC 会议中释放的预期是2码，原本年初的时候，市场预期是降1码，接着在1月底时来到2码的预期。自2月底开始，不断的开始往降息3码的预期来挺进。美债方面，上周五公布最重要的物价通膨衡量指标 PCE 数据，核心年率为 2.8%， 前值有 2.6%， 修正为 2.7%， 回到1月时的水平。核心月率为 0.4% 则更不妙，前值为 0.3%， 创下近1年来的新高。此次原型年率 2.5%， 和月率为 0.3%， 较前期则相对平稳。近期物价乐观情绪消散，笼罩在川普贸易战的阴影底下。联总会最看重的个人核心消费支出 PCE 年增率与 CPI 的差异在于 PCE 住宅比重较低，医疗有涵盖保险，核心 PCE 扣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数字，
避免季节性的浮动。这次核心 PCE 较原型上涨幅度更多，显示消费者物价的全面上扬，这会让联总会控制年率 2% 的通膨目标更加艰难，要降息可能会更加审慎。川普贸易战不确定因素山雨欲来，通膨恐慌，美债大跌其实是可以理解的，但美债近期的走势却没有大跌。照理说 PCE 数字不佳，联总会降息预期审慎，美债应该会跌才对。但是公布 PCE 的当晚，抽的美债 ETF 反而大涨 1.38%， 收盘价回到90元大关以上，实在有点意外。联总会身为美国经济监管体系的一部分，物价控制当然重要，但他们也必须重视降低失业和经济成长率，也就是说，当经济陷入停滞时，联总会是不会坐视不管的。昨晚10点，美国 ISM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公布，3月 ISM 制造业 PMI 为49，前值为 50.3。虽然整体制造业还在水准以上的龙井，但出现了今年以来首次萎缩。这项由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每月进行的调查蛮重要的，但因为川普近来不断的释出各种不确定性，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景气的预期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震荡肯定是不会少的。我们可以继续观察重要的经济数据，来判断是否会走到比较严重的经济衰退。3月 ISM 制造业物价支付指数为 69.4， 前值为 62.4， 这显示美国物价连续第2个月大幅上涨。3月 ISM 新订单指数为 45.2， 前值为 48.6， 这数据表示订单有衰退。3月 ISM 就业指数为 44.7， 前值为 47.6。 3月 ISM 产出指数为 48.3， 前值为 50.7， 显示美国经济的却开始往下掉。至于美国劳动部的 JOLTS 职位空缺，此次调查 JOLTS 职位空缺 756.8 万人，前值是774万人，显示就业状况有恶化，进一步说明了劳动力市场有逐渐降温。职位空缺数减少的原因是零售贸易、金融活动以及住宿和食品服务的下降。对于股债而言，这不一定是坏消息。JOLTS 职位空缺是失业率及费用的领先指标，景气变差，失业增加，这会有利于联总会提早因应，也许能早一点降息也说不定。市场变数仍然很多，短期继续上上下下是一定的，对于非常有耐心的曼大是没有问题的。希望版友也能多点耐心，跟住曼大耐心的走下去。我们了解，美联储跟美国政府间是两个独立事业。美联储是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，另称为联准会 Fed， 由理事会、12家联邦储备银行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 FOMC 组成。每年 FOMC 召开8次会议，以投票方式决定货币政策。美国基本利率正是在美联储会议上决定。美联储独立于美国政府，其决策无需经过任何政府人员或机构的批准，但美联储理事会仍由总统任命。美联储最重要的双重使命为最大化美国就业，长期稳定物价。曼大近期看过一个例子来描述美联储与美国政府，这个例子是这样的：我们可以将美联储理解为一家借贷公司，类似于元大证金这种质押放贷公司，而美国政府就是我们投资人，我们跟美联储借钱来做生意，然后按照借贷的利率持续的支付利息给美联储。所以说，美国政府是美联储的客户。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，美国政府跟美联储有点像是我们投资人跟元大证金的关系。去年元大证金的质押利率一直升，所以越赚越多钱。所以说美联储假如一直不降息，其实可以赚比较多利息钱，但是我们投资人借钱利息高，那我们就痛苦了，因为我们借贷利息很高，而且利息越滚越大，我们必须得想想办法才可以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个可能的方向，看看美国总统川普他可能会怎么做。美联储决议是否降息最重要的3件事：第一，控制 CPI， 通膨得到适当的控制，通膨如果控制好了，美联储就不用降息。第二，维持失业率，就业市场倘若是稳稳的成长，就业数据维持得不错的话，这样美联储也不需要降息。第三， GDP 经济成长，如果经济能够稳定的成长，没有经济衰退的风险还隐忧，美联储就不会想要降息了。美联储主要是关注这3个重要数据，进行综合考量，来决定现在的市场究竟需不需要降息。3月中旬的 FOMC 会议，观察目前当下的 CPI、失业率以及 GDP， 暂时是看不出来有需要降息的需求。我们知道倘若降息的话，美联储可以收的利息钱会变少。美联储目前持有30%以上的美债。对于美联储而言，只要重要的 CPI、失业率、GDP 数据控制好，美联储其实是不需要降息的。川普很希望美联储降息，因为他想要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本土生产的话，借贷利息太高，那在美国盖工厂的压力将会非常巨大，员工薪水非常高，借贷利息那么贵，基本上到美国设工厂一定会损失不少利润，听起来好像没什么诱因。所以川普非常希望美联储降息，来打造一个良好的融资环境。不过对于美联储而言，
目前 CPI、失业率、GDP 都还没失控，暂时没有降息的诱因，所以市场上有一种传言，大家听一听就好，就是我川必须要想办法让美联储妥协，达成有办法降息的目标，并且双方都有台阶可以下。因为 CPI、失业率、GDP 三个重要数据都是慢慢发生的，而且都要好几个月一起看才能慢慢看出趋势，并且在趋势形成后，美联储才能做降息的动作。我川当然是等不及了，所以才有最近的新闻，川普在刻意制造衰退，除了设法增加原油的生产，透过油价的控制将 CPI 压下来，另外也透过马斯克的豆子大量裁撤政府效率差的部门，部分的拉高失业率，并且失业的人也会减少消费支出，并且在市场上释放景气不佳的讯号，在大家省吃俭用的情况下，消费减少。GDP 中的 C 加 I 加 Z 加 X 减 M，C 就是消费。大家要知道，美国的经济结构当中，消费是占非常大部分的，所以一旦消费降温的话 ，GDP 也会开始降温。另外，美国 QE 由于即将实施关税政策，导致美国大量的增加 M 进口这个指标。由于进口 M 是 GDP 的减分项，因此美国 QE 的 GDP 应该会有不小的降温。但这件事市场也都知道，究竟会有多大的影响，看市场反应还是最准的。以上是近期传得沸沸扬扬的川普后黑学，不过也仅限于市场谣传的逻辑。透过油价的控制、豆子的裁员、消费力道的下滑，设法创造出可以降息的市场环境，期待降息循环的继续发酵，创造一个股跌再涨的好机会，让已经准备好的板友们能够好的布局机会下大部位的建仓，加速到达财务自由的目标。最后，曼大帮您重点回顾：第一，今天我们分享卖在买股的经验，透过这个经验的分享，您可以理解做好计划，在遇到股市大跌时，不仅不会慌张，反而期待股价能一路向下，让自己有机会成功的卖在买股。这样的股债转换经验，只有您亲身的经历过一次，才能深深的体会。第二，美债降息的预期，目前是在降码到3码之间的位阶徘徊，做2码望3码，期待美债的价格能有逐步好转的迹象，只有价格才是真的。第三，本期学到3个影响降息的重要关键 ：CPI、失业率、GDP。对于美联储而言 ，CPI 降温，失业率上升 ，GDP 数据往下，才会促使美联储有降息的动作。上集美债 EP13，我们才分享重要股灾的原因与历史，近期马上体验到股灾山雨欲来的感觉，是不是很有即视感？好好研究股灾，拟好投资计划，盘点好自己能够投资的资金，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。期待板友们能跟住曼大，一起在股市低基期时大部位建仓，把握住财富重新分配的好机会。以上就是我们这集的全部内容，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我们再来讨论。谢谢，下期见。